乌克兰一夜狂轰俄罗斯能源命脉，变电站、炼油厂火光冲天。红军村乌军清理26平方公里，俄军惨遭全线火力压制，经济压力骤增。扎波罗热火力风暴，乌军精准打击俄补给线，克里米亚港口连环爆炸。俄空军基地异动，莫斯科高层安全危机再升级。重磅消息，无法签署协议，引入阵风战斗机。欧洲战线升温，捷克众筹驻乌造火烈鸟导弹，瑞典鹰狮战机加码。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再度对俄罗斯境内关键能源系统展开集中的远程打击，短短一夜之内，多地电力设施先后起火爆炸。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消息，当地时间11月17日晚，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首先遭到大规模无人机群袭击，随后传出韦什卡伊马501号变电站起火的画面。目击者称，共听到至少6次巨大爆炸声。据悉，美国宇航局 NASA Firms 卫星热力监测数据显示，该地区的热活动异常活跃。卫星影像清晰显示，变电站及周边区域火光冲天，伴随烟雾弥漫，表面袭击造成了显著的热释放和可能的设备损毁。值得注意的是，这座韦什卡伊马变电站此前才经历部分恢复工作，经过上一次袭击后仅有限度恢复供电，此次再次被打击，不仅意味着电力供应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也凸显出乌军在远程打击和电力系统目标锁定方面的精准能力。分析人士指出，变电站是俄罗斯能源网络的关键节点，其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周边地区乃至更广范围的电网稳定。一旦被连续打击，不仅会造成大面积停电，还可能对工业生产、民生用电和军事设施提供的能源保障产生连锁效应。紧接着，莫斯科附近的奥廖尔电厂再被命中，这已是1周内第3次遭袭，现场火球直冲夜空，远在城内都能看到滚滚黑烟。而就在几天前，乌军还曾用导弹重创该地的电厂和油库，使整个区域火光连连。近日，俄本土萨马拉州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再度遭到袭击。这座炼油厂隶属于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设计年加工能力为880万吨，但据公开资料显示，实际年产量约为574万吨。炼油厂配备2套主要蒸馏装置， CDU11 的日产处理能力为18900吨， CDU9 为4700吨，具备先进的深度加工能力。其生产工艺涵盖催化裂化、延迟焦化、催化重整、异构化、煤油及柴油加氢处理、气体分流，甚至能够生产沥青等产品，可加工成约20种不同石油产品，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等高级燃料。该炼油厂不仅为民用交通提供关键燃料保障，同时对军用航空燃料供应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遭受袭击可能对俄罗斯能源供应链和军事物流造成实质性影响。最新战报还显示，在顿涅茨克州的祖赫雷斯地区，乌克兰军方针对当地的祖耶夫斯卡亚火力发电厂发动精准打击，其中第2号锅炉的变压器被直接命中，并陷入瘫痪状态。该火力发电厂长期承担区域电力供应的核心任务，其设备损坏意味着祖赫雷斯及周边城镇可能面临大范围停电风险。此外，库尔斯克地区的金库姆工厂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该厂主要生产军事物资。类似的深度打击正快速扩散，比如近期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被击中后陷入停摆，
这座连加工600万吨的设施黑烟冲天。达达斯坦的夏卡姆斯克炼油厂也陆续遭到攻击，即便俄军声称一周内拦截上千架无人机与数十枚导弹，依旧无法彻底封堵乌军这种分散与持续的渗透式进攻。最近顿涅茨克夜空被爆炸照得通红，无人机画面里翻卷的烟尘仿佛近在眼前，整片战线像被火力不断撕开。这并不是电影特效，而是前线正在上演的真实场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总参发布最新战况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清理了 26.6 平方公里的区域，主要针对俄军突击队展开搜索与歼灭行动，同时摧毁了16套俄方装备。不过波克罗夫斯克城区内的战斗格局仍然僵持，双方阵地交织，短时间内难以取得明显突破。前线传回的视频显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一架乌克兰地面无人机用机枪火力击落了一架俄罗斯 FPV 巡飞无人机。另外，在俄军进攻多布罗皮利亚期间，多布罗皮利亚至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公路曾一度被切断，现已被乌克兰空降突击队和国民警卫队重新夺回，道路两旁停满了被烧毁的车辆。这条公路曾是重要的后勤通道，该地区目前仍处于高风险状态。乌军还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击退了俄军进攻，并集结重兵，包括第1亚速军、第7、第8、第21军各2个旅，第17军与第20军一部，以及第4、第33、第93旅4个营，计划清除俄第51空降师及被包围的俄海军步兵旅。另外，乌军第59独立突击旅还成功阻击俄军在新帕夫利夫卡的进攻企图，清除了15名敌人，俘虏2人。而国防部则报告称，在扎波罗热州占领2座小村庄，乌方未作回应。俄军内部因新兵训练不足，突击部队与无人机操作员间缺乏协调，甚至出现误击事件，增加了混乱。还有消息显示，乌克兰 HU-2 特种作战部队的 Primary 小组再次发动袭击。过去2周，他们在顿巴斯腹地成功摧毁一套 Taurus M1 防空系统、S400 防空系统的 55K6 雷达组件，以及 Buk M3 防空系统的 9S18 M1-3 雷达。最新战报显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单日炮击次数高达3745次，几乎每隔2分钟就有一轮覆盖火力倾泻而下。乌军则集中力量反向切入俄军纵深，以火箭军和导弹系统发动反制攻势，试图在密集打击中找到突破点。双方 80% 的战损都由火炮造成，火力优势已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俄军以饱和射击最大压制效果，尤其是 BM30 火箭炮齐射时，数平方公里内的阵地都会被瞬间夷为平地。子母弹与燃烧弹混合使用，让乌军前线常需靠地表震动判断下一轮轰击节奏，有些防御点在连续炮击下直接消失在地图上。还有消息指出，乌军第59突击旅成功击退俄军对辛巴甫洛夫卡的机械化冲锋，摧毁8辆装甲与坦克设备，并俘虏2名俄军士兵，阻止了俄军在该区域复制南线推进的企图。整体来看，从扎波罗热到顿涅茨克，俄军正试图找寻突破口，尤其希望在红军村以外打开新的攻势，但目前的进展依旧有限。随着战线压力加大，俄方国内经济负担也不断显现。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俄罗斯化石燃料日均出口额跌至 5.24 亿欧元，创下开战以来的新低，比9月再次下滑 4%。主要原因除了西方制裁加码外，乌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打击能力也对俄方出口链造成实质冲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第3季度 GDP 年增长率仅为 0.6%， 明显低于上季度的 1.1%， 显示所谓的战时经济正难以抵御制裁
与战事拖延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这些经济层面的变化虽不如前线爆炸声直接震耳，但其累积效应终将影响战场节奏。随着冲突迈向2026年，俄乌双方在军事、经济与资源消耗上的博弈将愈发深刻地左右战局走向。俄乌前线再度紧绷，扎波罗热方向率先爆出激烈火力交锋。最新消息显示，从11月15日起，俄军在短短1天内就对扎波罗热地区的18个定居点实施了多达769次突袭，前沿阵地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爆炸与交火声中震动。然而乌军并未被动承压，空军随即加入战斗，对俄军突击队实施连续反击。双方在南线的攻防强度正迅速攀升，南部战区的焦点仍集中在斯捷普诺戈尔斯克一带。当俄军试图向前沿推进，准备构筑下一阶段攻势时，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突然发起行动，对其进发队列投下多枚垂直制导炸弹，在俄军展开布防前就完成2轮精准打击。虽然俄军在扎波罗热未能取得新的进展，但此前在奥克桑德里夫斯克方向确实突破了部分防线，占领周边3座村庄，让战线短暂收缩。据悉，近日俄军的侦察无人机昼夜巡查，捕捉任何生物活动迹象，并立即引导火炮补射。多轮火力后，突破区域几乎看不见完整建筑。依托这种侦察打击闭环，俄军近期推进至多个村镇，包括诺沃乌斯、佩洛夫斯基等地，保持了前线的缓慢前推。但乌军并没有陷入被动，而是将反击重心精准指向俄军后方的补给要害。通过无人机扰动加导弹主攻的组合打法，乌军远程打击部队接连命中俄军集结地与后勤节点，短时间内摧毁至少8处关键补给点，使俄军前线弹药供应出现明显紧张。另外，11月14日夜间，乌军从尼古拉耶夫方向发起大规模纵深打击，动用 FPV-5 巡航导弹、柳地无人机与射程约1000公里的海王星导弹，越境攻击新罗西斯克港。负责防空的 S-300、400系统被首轮精准压制，无人机随后大规模扑向港口石油码头，引发管线爆炸，影响全球约 2% 的石油出口量，单日供应减少200多万桶。在库皮扬斯克附近，一支俄罗斯军用车辆车队被第77空降旅的部队夷为平地。第聂伯罗市遭受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报道发生20多起爆炸，多处地点燃起大火，袭击仍在继续。卫星图像还证实，克里米亚基洛夫斯克机场的猎户座无人机存储和维护基地遭到袭击，无人系统部队的无人机袭击击中2个机库，操作人员的设备明显遭到破坏，附近区域也被烧焦。在战况方面，乌克兰总参通报，过去24小时内共清除俄军1160人，接触线1200公里，未出现明显变化。今年迄今，俄军战损已超过 36.7 万人。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战役中进一步巩固控制，北部俄军已被切断地面补给线，城内俄军仅控制部分区域。从整体态势来看，俄军依靠庞大的火炮储备和熟练体系在前线保持火力主导，但其长期兵员压力逐渐暴露，难以无限延续高密度炮击节奏。乌军则利用西方援助的远程精确武器，把战线向俄本土推伸，用点穴式破袭弥补火力总量不足，意图通过瘫痪与能源补给系统来削弱俄军持续作战能力。据军事报报道，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恩格斯2战略空军基地出现异常集结，停机坪附近聚集了130多辆身份不明的卡车，同时旁边停放着一架安12运输机。虽然这些车辆的具体用途尚未明确，但分析人士推测，
他们可能与图95 MS 轰炸机的武器运输或后勤调配有关。恩格斯2基地是俄罗斯远程战略空军的重要枢纽，图95 MS 轰炸机长期承担核打击与远程常规打击任务。如此规模的车辆集中，可能意味着近期基地正在进行大规模武器调动、弹药补给或战备演练。卫星影像显示，卡车呈密集排列，停机坪周边戒备明显，显示基地正在为战略作战或部署做准备。军事观察人士指出，这类迹象通常表明俄罗斯空军正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或为未来的军事行动进行预制。尤其是在当前俄乌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背景下，恩格斯2基地的动态具有高度关注价值。与此同时，俄罗斯高官安全事件也引发舆论关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电视台报道，莫斯科特罗耶库罗夫斯科耶公墓发生针对国防部长绍伊古的暗杀企图。据称，一名中亚移民和一名基辅男子参与此案。2人利用带隐藏摄像头的花瓶跟踪绍伊古行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嫌疑人已被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这一事件凸显俄罗斯高层面临的安全风险及跨国作案潜在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闪电访问法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援助协议，标志着欧洲对乌克兰支持进入新阶段。根据协议，法国将在2026年至2029年向乌克兰交付总计100架最先进的阵风战斗机，并提供6套中远程防空系统。首批12架阵风战机预计将在2026年第3季度前交付，同时配备 F4 标准的麦卡 MG 超视距空导弹，实现制空与对地精确打击能力。11月17日上午，泽连斯基乘专机抵达法国维拉库布莱军用机场，由马克龙亲自迎接。随后两人在爱丽舍宫举行闭门会谈，并于当天下午正式签署代号为天空盾牌2025的双边军事协议。协议总金额达218亿欧元，其中约 47% 资金来自欧盟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收益，其余部分由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家分摊。相关人士评价，这份协议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单方面对乌提供的最大规模军事援助。阵风战机是多用途第4代版以上战斗机，具备强大制空与多任务作战能力，可执行空中拦截、对地对海精确打击等任务。新型阵风 M 已完成 F4.2 标准认证，可挂载超音速 AMSPAR 和巡航导弹，搭载10至30万吨核弹头，最大载弹量 9.5 吨，支持洲际作战。协议还包括法国向乌克兰交付6套 SAM 的欧洲版爱国者中远程防空系统及数百枚 EST-30 Lock 烟体导弹，可覆盖基辅、敖德萨、利沃夫等战略城市空域。为确保战机运用与维护，法国将在乌克兰境内设立阵风培训与维护中心，首批乌克兰飞行员将于2026年1月在法国蒙德马桑基地接受培训。此外，协议还包含联合成立无人机研发与生产公司的条款，首款产品为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重型自杀无人机，预计2027年量产。值得关注的是，协议中包含特殊条款，若2026年前出现对乌克兰生存构成决定性威胁的重大变化，法国保留向乌克兰直接提供阵风和打击挂载能力的权利，目前仍以常规武器形式交付。此举被外界视为对俄罗斯核威胁的直接回应。签署仪式结束不到2小时，法国达索公司股价应声上涨 8.7%， 欧洲防务板块全线走高。泽连斯基随后离开巴黎，前往斯德哥尔摩，结束此次高密度访问。这一协议不仅显著提升乌克兰空军战力，也标志着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防务支持进入全新阶段。最新消息显示，欧洲社会政治动态也在升温。在布拉格，活动人士在捷克议会议长冈村富雄住所外悬挂乌克兰国旗，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悉，
刚孙上任不久便将议会大楼上的乌克兰国旗撤下，此举被广泛解读为其亲俄倾向。此次活动被视为直接回应，也反映出捷克社会内部对国家对乌克兰政策存在明显分歧及强烈态度。另外，捷克志愿者仅用48小时就为乌军筹集到一笔足以制造火烈鸟巡航导弹的巨额资金。根据 Nexta 报道，当地时间11月17日，捷克众筹组织 Weapons for Ukraine 宣布共收到 75.67 万美元，远超原计划的 59.5 万美元。组织发起人杨波拉克强调，乌克兰并不是孤军奋战，他们所承担的压力也是欧洲共同面对的现实。11月17日对于捷克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日，从他们的行动可见，那段历史以及当下的风险，他们都没有遗忘。火烈鸟导弹此次将以捷克物理学家、前安全局局长、著名对俄强硬派达纳·德拉博娃命名。捷克不少民间援乌项目都选择以他的名字冠名，寓意鲜明。如今，乌克兰已经多次发射火烈鸟对俄境内的港口、工厂实施远程打击，多处重要设施出现爆炸和损毁，其作战能力也因此已得到北约国家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捷克政府主导的炮弹协议依然是前线乌军最稳定的补给来源之一。2024年上半年，乌克兰弹药告急，正是捷克牵头的方案有效缓解了这一缺口。总体来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捷克与波兰等国越来越把自己视作乌克兰的天然盟友，这也反映了欧洲在俄乌战争中的整体态度必须更加团结，也必须更高效，不能再让繁复程序拖慢节奏。战争已经逼近欧洲的核心利益，而最终能坚持到什么程度，考验的是整个欧洲的韧性与意志。此外，瑞典方面也在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机，基辅规划采购数百架该型号战机，这将帮助乌克兰空军迈向4代半战斗机时代。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乌克兰空军主要依赖老旧俄制飞机，后来随着西方支持的到来，他们才逐渐引入了 F-16 等现代化机型，这在早期曾被莫斯科视为红线。与此同时，随着法国在基辅遭受轰炸后加大对俄压力，巴黎也更积极的支持乌军。法国外交部强烈谴责11月14日晚的空袭，该次袭击造成基辅市数十人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与希腊正式签署天然气供应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宣布，一条新的欧洲能源安全通道正在成型，希腊将成为向中欧和东欧输送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重要枢纽。这不仅为乌克兰提供新的能源保障，也象征着欧洲进一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决心。另一方面，乌克兰还在网络安全和卫星通信方面布局。爱沙尼亚宣布拨款350万欧元，支持乌方的星链计划。基辅越来越清楚，不能仅依赖单一系统，为避免重蹈覆辙，他们正积极扩展卫星与网际网络安全能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